大家好，欢迎观看三人自由行。这一集我们来到山西祁县贾令镇，在村子马路正当间儿有一座600年前且保存完好的木结构古建筑镇河楼。说到古代的楼阁，不得不提到在中国享誉内外的几座名楼。在湖南岳阳有俯瞰800里洞庭湖的岳阳楼，北宋名臣范仲淹登岳阳楼后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。在湖北武汉有万里长江江畔的黄鹤楼，唐朝诗人李白登黄鹤楼送友人，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，令人感动于朋友间深挚的友情。在江西南昌，坐落于赣水之滨的滕王阁，唐朝诗人王勃赞叹登楼临观之美，落霞与孤鹭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，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。遗憾的是呢，上述这3大名楼大部分都是被重修翻建过的，有的名楼甚至内部结构都改成了钢筋水泥。独独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山西祁县小镇上，还完好的保存着这么一座原汁原味的纯木结构、恢宏壮丽的镇河楼。我敢说呀，它是中国现存最精美、结构最完整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楼阁之一。从祁县县城出发，驱车9公里就来到了贾令村，镇河楼就藏在这座小村子的入口处。现在三人自由行来到了山西祁县贾令村的镇河楼。这个镇河楼呢，是建于明朝的洪武年间，距今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了。在这个小村子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古建筑，还是让我们很惊奇的啊！现在我们带大家来仔细的看一看，这个镇河楼究竟镇的是哪一条河，它有怎样的历史，而且它这个建筑上面这些牌匾都是什么含义？镇河楼通高17米，是一座4檐歇山顶纯木结构楼阁。楼的四周呢有18根明柱，用以支撑上部的木构建筑。楼顶为歇山式建筑，琉璃装饰。一角层层上翘，斗拱整齐排列，雕栏画栋。镇河楼的4檐16角前端均悬挂金雀翎，随风摆舞，悦耳之声随风远飘。整栋建筑呢，令人感觉既古朴又雄伟，细节部分又不乏玲珑剔透。你看，这是古香古色的上檐转角铺座，这是勾心斗角的平座柱头，层楼叠榭，玲珑精致，真是神工艺匠奇妙之笔呀！贾令村这里还没有进行旅游开发，
这里游客稀少，楼旁边经过的大都是当地村民。镇河楼呢，如同一位600余岁的高寿老者，平静地站在那里，看白云苍狗，人世沧桑。你们俩推着小独轮车玩，不是这个两轮车玩，这个小猫也跟着哈，坐小轿子哈。小猫咪有名字吗？杨梅。杨梅。哎呀，小心孩子！哎，煤炭的煤哈。啊，是意思它是个黑煤球是吗？我们一个家族都姓杨。哦，一个家族都姓杨，所以这个小猫咪也随了你们家的姓了，是吧？所以它叫杨梅。然后它长得非常黑。非常黑哈。走你。嘿呀，你好，小杨梅。你要吭一声的，刚才就一直吭。有。你前进，我后退，怎么办？不行，你不要帮忙了，我快不行了。拿着吧。哎，还是让弄点车。呀，你好，因为离近了就拍不清楚它了，就变成糊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哎，就这个距离就挺好。嘿，我也挺喜欢小猫的，我小时候也养过猫。我小时候也养过猫，但是全被我爸给送人了。啊，为什么不让养呢？嫌它麻烦。是吗？是嫌麻烦吗？还是有时候是嫌麻烦，有时候是有时候是觉得会耽误我的学习。镇河楼的第1层有砖砌拱门，行人可以从下面穿过去。镇河楼拱门上面有2块匾额，一块是朝鱼盛景，祁县过去叫朝鱼城，朝鱼盛景说的就是这里。另一块是川陕通衢，过去这里曾是商贾大道，是通往陕西、四川的重要道路。当年慈禧太后从紫禁城西逃的时候，曾经路过这里，老佛爷也惊讶赞叹于这座古建筑的精美，在当地还留下了一段佳话呢。镇河楼顶楼上面还有2块竖匾，一块是永镇昌原，意思是永远镇压着昌原河；另一块呢，则是恩庇兆民，也就是施恩保护老百姓的意思。想当年，为什么会建造这座镇河楼呢？据说古代的时候，祁县昌原河经常发洪水，给这里的百姓带来无尽的灾难。人们认为是有水怪作乱，于是修建高楼以震慑水患。这也是当地百姓对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的殷殷期盼。镇河楼能够原汁原味地保存至今，得益于山西高原特定的干湿条件，非常有利于木质古建筑的保存。而这片黄土地对传统文化更是代代传承，悉心守护。你们现在功课忙吗？4年级不忙，还可以哈。抽出时间给背了大史。尧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从之；桀纣率天下以暴，而民从之。其所立反，其所好，而民不从。
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尧舜，就是率天下向往仁义啊，那个人民就那个跟随他。桀纣就是让人暴力，然后人民也是开始混战，然后就是一个人如果自己做不到而让别人做，人民就不能跟着他。天色已晚，我们心怀不舍地离开郑和楼，路上找了一家饭馆，无意中竟吃到了祁县当地特色菜灯笼茄子。要一个灯笼茄子，要一个炝菠菜，对，要个炝菠菜。这就是这家店的招牌菜灯笼茄子，多可爱呀！一直在这里跳动，在锡纸上，哇，咕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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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玩了。这个会跳舞的灯笼茄子已经上场了啊！我们现在来尝一下，究竟什么味道？这可是这个店的招牌菜，好评如潮。哇哇哇！你猜这个茄子里面加的是什么？居然是一个一个的虾仁儿哎！每2个茄子片中间就加了一个虾仁儿。太好吃了！它是用的那个糖醋汁做的，还有点西红柿，酸酸甜甜的。这个茄子啊，蒸的特别烂，然后呢，那个糖醋汁啊裹着这个茄子，简直是太入味了。虾仁呢也非常的新鲜，绝对是个下饭菜呀！必点啊！下一集，我们前往历史文化名城平遥，品美食，游古城。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，请关注、订阅、留言、转发，支持我们呀！